林姐出事那天，是她40岁的生日派对。那不是一场派对，那是一场盛大的、精心编排的展览。作为朋友圈里公认的社交女王，林姐的生日宴，是她人脉、品味和能量的年度阅兵式。城中最好的酒店宴会厅，流光溢彩，衣香鬓影。她穿着高定礼服，端着香槟，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花蝴蝶，穿梭在几百个朋友之间。他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记得他们公司的新动向，记得他们孩子的年龄。他为金融圈的王总和媒体圈的李主编牵线搭桥，又巧妙地化解了2个女明星之间暗流汹涌的尴尬。他像一个中央处理器，确保每一个节点都被点亮，每一份情绪都被照顾。午夜12点的钟声敲响，全场灯光暗下，巨大的蛋糕被推上来，所有人围着他唱生日歌。在那一刻，被无数手机镜头和虚假的祝福包围的林姐，看着那跳动的烛火，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和恶心。她看到的不是一张张祝福的脸，而是一张张嗷嗷待哺的嘴。这张嘴需要她的资源，那张嘴需要她的情绪价值。另一张嘴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可以炫耀的背景板。他忽然意识到，这不是他的生日，这是他又一次为别人搭建的舞台，而他是那个被掏空了所有燃料，还要笑着说我不累的道具。他没有许愿，也没有吹灭蜡烛。在众人错愕的目光中，他放下酒杯，穿过人群，走出宴会厅，像一个逃兵。那天晚上，他把自己关在书房，做了一件在别人看来疯狂的事。他打开微信，从 A 到 C， 开始了一场浩大的关系清算。那些只在点赞，从不聊天的僵尸好友，删除；那些一开口就是帮个忙，却从不关心你过得好不好的索取型朋友，删除；那些只会在酒局上称兄道弟，你一出事就消失不见的酒肉兄弟，删除。天亮的时候，他的微信联系人从3000多人锐减到了不足100。那一刻，林姐没有感到失落，反而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像一个背负了几吨重物的人终于卸下了行囊。她对自己说，从今天起，我决定对那些消耗我的人主动关系断供。这是一个女人走向真正成熟的开始。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隐形的政治正确，那就是会社交等于高情商等于混得好。于是我们都得了一种病，叫没朋友羞耻症。我们害怕手机响得不够频繁，害怕周末没有饭局，害怕朋友圈里没有成群结队的合照。我们把微信好友的数量当作自己价值的量化指标，我们逼自己去迎合，去讨好，去扮演一个热情、有趣、有用的人。我们像收集癖一样囤积了大量的关系，却从未问过自己，这些关系滋养了我，还是消耗了我？博主大猫曾分享过自己的经历，他一度也患上了这种羞耻症，逼着自己去参加各种聚会，直到有一次，他迟到一半，实在忍受不了，提前离席。因为他发现，那些所谓的热闹，翻来覆去只有3件事：拐弯抹角地炫耀自己，添油加醋地贬低别人，以及互相窥探地搬弄是非。每一次聚会结束，他都感觉自己像被吸干了能量的海绵，充满了无尽的疲惫和自我怀疑。他终于明白，我承认自己能量很低，容易被人干扰，所以没朋友就没朋友吧，我还是更需要独处来让自己平和。这段话说出了无数表演型人格的心声。低质量的合群本质上就是一场高段位的精神消耗，你付出的是你的时间、你的精力、
你的情绪，以及你本可以用来提升自己的宝贵专注力。你得到的只是一些虚无纨绔的吹捧和一种我很受欢迎的短暂幻觉。国民女神高圆圆是圈内公认的社交绝缘体，她坦言90%以上的社交对她而言都是消耗、推不掉的活动。她宁可一个人对着树站一晚上，或者躲在洗手间里，也不愿进行无效的寒暄。这不是孤僻，这是一种深刻的自知之明。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能量是有限的，必须把它用在最重要的人和事上，家人、作品，以及他自己。当你活到一定年纪，你终将会明白，人这一生最昂贵的成本不是金钱，而是你的生命能量。任何不能为你充电，反而持续让你漏电的关系，都是你生命中的负资产。而所谓关系断供，就是成年人最清醒、最决绝的止损。它不是让你与世隔绝，而是让你从关系的奴隶变成关系的主人。你开始拥有筛选的权利，把有限的生命慷慨地赠予那些真正值得的人。那么断供之后随之而来的孤独又该如何面对？太多人混淆了两个概念，孤单 loneliness 和独处 solitude。 孤单是内心空虚，是渴望被填充，是即便在人群中也感到恐慌的寂寞。而独处是内心饱满，是主动选择的状态，是在一个人的世界里也能自得其乐的丰盈。唱着一辈子的孤单的刘若英，恰恰是享受独处的典范。她从小习惯了一个人吃饭、旅行、看电影，即便结婚后，她也和丈夫保持着同居不同寝、同时不同书房的生活方式。她在书里写道：我敢在你面前毫无顾忌地做我自己，你也可以保有你完整的独立人格。我们是因彼此相爱而生活在一起，而不是为了生活而生活在一起。这才是高质量关系的本质。我爱你，但我更爱我自己。我们在一起是两个独立完整的灵魂的彼此映照，而不是两块残缺的拼图，试图从对方身上找到自己缺失的那一块。而这种独立完整的灵魂，恰恰是在高质量的独处中被淬炼出来的。好莱坞黄金时代的传奇巨星葛丽泰·嘉宝是另一个把独处活成传奇的女人。她在事业最巅峰的36岁，毅然选择息影，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她留给世界最后一句话是 I want to be alone， 我想一个人待着。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她拒绝了所有的采访和付出邀请，一个人隐居在纽约的公寓里，读书、散步、逛美术馆。全世界都为她的消失而惋惜，认为她浪费了自己的才华和美貌。但嘉宝自己却说：我厌倦了，厌倦了不得不化妆，厌倦了不得不说那些言不由衷的话。她用后半生完成了一场最彻底的关系断供。她斩断的是外界的窥探、虚荣的捆绑和作为巨星嘉宝的沉重肉身。她找回的是一个名叫葛丽塔·洛维萨·格斯塔夫森，她的原名的可以自由呼吸的普通女人。庸人畏惧孤独，因为孤独会让他们的空虚暴露无遗；而智者拥抱独处，因为独处是他们与自己灵魂对话的唯一机会。哲学家叔本华，这位孤独的代言人，说过一句最刻薄也最真实的话：星号星号，要么孤独，要么庸俗。星号星号，他认为一个人对社交的热衷程度与他的智力水平成反比。这话虽然绝对，却揭示了一个真相：所有深刻的思考、伟大的创造和高贵的灵魂，都孕育于孤独的子宫之中。被誉为世界最强潜水员的威廉·特鲁布里奇，18次打破自由潜水世界纪录。
当被问及为何迷恋这项极致孤独的运动时，他说：当你下潜时，你必须抛下自我、遗憾、愿望、担忧，此时此刻只剩下海水和你，你变成沉没在寂静中的寂静，终于和深井一样的潜意识共处。狄金森，美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一生几乎足不出户，在与世隔绝的孤独中构建了他那无比瑰丽的内心宇宙。独处不是一种惩罚，它是一种特权。在那个无人打扰的时空里，你终于可以不必再扮演任何人，不必再说任何违心的话，你可以心无旁骛地沉浸在一本书、一部电影、一项技能里，完成一次次精神上的深度潜水。那些在独处中积蓄的能量，那些在思考中获得的洞见，会在你生命的某个时刻，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反馈于你。让我们再回到林姐的故事。那场微信大屠杀之后，林姐的世界前所未有的清静了。起初也有一些被删的人辗转传来微词，说她变了，不近人情了。林姐一概不予理会，她把花在应酬上的时间用来报了一个搁置已久的陶艺班。她开始学着在一个人的周末关掉手机，去美术馆看一整天的画，或者去郊区的茶山，只为喝一杯最新鲜的春茶。他不再关心谁又升职了，谁又离婚了，他开始关心自己内心的每一个微小起伏。他发现，当他不再向外寻求认可时，他内心的力量反而一天天强大起来。1年后，他用自己烧制的茶具办了一场小型的茶会，来的只有不到10个人，有的是他清单上留下的老友，有的是他在陶艺班认识的新朋友。没有人谈论生意，没有人炫耀人脉，大家只是围坐在一起，品茶、聊天，分享最近读到的一本好书，看到的一部好电影，气氛温暖而松弛。茶会结束时，一个老友对林姐说：我从来没见过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以前像一团烈火，光芒四射，但靠得太近会被灼伤。现在你像一块温润的玉，光是看着就觉得舒服。林姐笑了，她知道这1年她失去的只是一群观众，而她得到的是整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丰盈而深刻的灵魂。写到这里，我想起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独处的人是在凝望上帝的窗口。如果你此刻也正处于一个不想说话、不想社交、只想一个人的静默期，那么请不要恐慌，不要羞愧，我要恭喜你，因为你正在经历一场生命中最宝贵的蜕变。你正在从一个能量供给者进化为一个能量自洽者。那些看似孤独的时光，其实是生命赐予你最高级的礼物。它让你摆脱了外界的噪音，去倾听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它让你停止了无谓的消耗，去完成一场深刻的自我整合。所以，请勇敢地为你生命中的负资产关系按下断供键，然后在独处的平静与心安里，去遇见那个更丰富、更深刻也更真实的自己。最后，留一个问题给每一个读到这里的人：你生命中最想断供的一段关系是什么？或者，你是否已经从一场成功的关系断供中获得了新生？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让我们看看有多少清醒的灵魂正在这条路上彼此相遇，